天下的魔修千千万，在座的各位战一半。阿老、夏老，让他们退下吧。深夜来访有些造次，但事关重大，华夏14亿民众生死就在今夜。你们退下吧。呵呵，小兄弟的身手令人震惊，深夜闯入大内，恐怕不是为了要我们2个老头子的命吧？小兄弟，随我入屋详谈。我叫苏岩，是一个重生者。6个月后，蓝星将迎来灵气复苏，万物进化，人们将走上超凡之路。届时妖兽横行，神迹复苏，人类格局将出现有史以来最大的变化。但只是个开始，2年后灾变期降临，大量恐怖怪物降临蓝星，不到1个月时间，蓝星国家只剩下5个。10年后，万族入侵，神灵灭亡。华老和夏老听完后陷入了沉默，并没有马上回应，他们似乎也不太相信苏岩的话。我并不需要证明什么，我只是告诉你们，最不可能的事情即将发生。那苏小兄弟，你来找我们的原因呢？而且你既然身为重生者，现在又走了，不应该是抓紧提升实力吗？以我一己之力，根本不可能度过10年后的浩劫，唯有举国之力才能抵挡。而这就是我来找二老的原因。从今夜起，华夏就要开始准备了。10年后的命运，就在今夜。那你觉得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灵气复苏一旦开始，那么普通人就能走上修炼之路。修炼体系有很多种，我们华夏国未来选择的是修仙体系，接受度很高，上限也很高。既然修仙体系的上限和广泛度都不错，那我们不必纠结修炼体系的问题吧？不，华老，10年的时间太短暂了，根本不可能让大批量的人修炼到极高境界。如果不让全民实力提升到较高的境界，那么根本不可能挡住10年后的万族入侵。所以我的建议是，华夏主修魔道功法。我操！没办法，时间急促。魔道功法虽然歹毒残忍，但进步神速，而且也不是所有人都是魔修，一部分天资极高的天才可以修更加契合的正道功法。这是不是有些不太好？全体修炼魔道功法，影响太恶劣，这些手段是否不太人道？都到了灭国的地步，还有什么正邪之分？灵气复苏，我们就要与时俱进。再说了，只要我们够强，我们就是正道，谁敢有意见？不过，苏小勇你如此厉害，莫非就是因为……我修炼的是极道天魔经，可以吸取气血来提升实力。现在是炼气9层。原来如此，这功法能不能拿出来看看？嘿嘿。一本魔道功法，一本正道功法，都是天阶功法。我的建议是二老一人一本，具体如何，二位自行选择吧。老黄啊，我这个人你知道的，新城管魔道功法修不了一点，我看这道德无上经就不错，很适合我。怂货，我来。二老，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一是选择意志坚定之人，在我的教导下率先修炼魔道功法；二是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普查，选出仙道苗子，优先进行培养；三是开展思想工作，为接下来的魔道功法普及做准备。小勇考虑的颇为周到。不过，关于魔道功法的事情必须要保密。这种阴阶功法会让西方势力感到恐惧，同时也会让他们心生贪婪。在没有修炼到高境界以前，这武器杀伤力还是很大的。放心，血的教训我们不会重蹈覆辙。我准备第一批修炼者从军中选拔，所有流程都按最高规格进行保密。至于小勇你说的其余事情，智囊团们会来进行细分操作。经过2天半的时间，300战狼很快便到达了京都。苏岩，这300人都是5大战区的兵王，他们应该符合条件吧？确实没问题，我现在就传授他们极道天魔经。放心吧，我们在大内附近开展了几场美食节的活动，趁机将这批牛羊运了进来，不会被有心人追查。谨慎为好。魔道功法前期可以使用普通火畜，可一旦进入筑基期，就只能用活人或者妖兽。修为越高的生灵，效果越好，尤其是人的精魂精血，人乃天地之灵，最佳之选。没关系，万事畜生多，人命贱如草。现在让他们开始吧。按照功法所述，吸牛羊精血。经过1坤时的讨论，华夏二老最终决定以大规模军演名义进行集齐，暗度陈仓，瞒天过海。
老大不好了！华夏精锐进出，海军方面的航母及8艘055驱逐全部处于满载状态，停留在海岸线边缘。我操！华夏夫人，引进爸爸救我！我操！坏了，华夏是冲我来的，能够让华夏如此重视的对手，这亚洲除我阿三国还有谁？天下魔秀千千万，才多各位战1万。一夜之间，华夏出动5艘航母及8艘055驱逐舰，前往樱花国边境，并号召全部华夏军人投身修魔。这番大行动不仅是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反响，让国内也瞬间沸腾。我操，终于要动手了，早该打了，若有战，召必回。待到秋来，9月8，马踏东经赏樱花。终于有能在族谱单开一页的机会了吧？8艘055有没有搞错？让隔壁老外看见了，以为我们开不起，再来1艘，1人1艘。我今天起很抽华子。如今和平局面是好不容易才实现的，华夏官方的行为是在破坏和平。打得过鹰将了，无非是劳民伤财之举。平时刀猫安然，一口一个和平，现在憋不住了。这才是华夏人该有的心态吧？我就说了，像林中推行魔道功法没问题，他们能接受。到灵气复苏，我14亿儿郎人人如龙，华夏何愁不行？我目前是支持的，还有很多反对意见的。一群叛徒，要放在战争年代，我直接把这些动摇军心的人拖出去毙了。那些抗议怎么处理？很多人都身份不低，应对起来比较棘手。既然这么想走，那就让他们走，全方面开放移民，那些钱也让他们一起带走，总有一天这些都要还回来的。苏小友，5大战区的精锐已经前往你所说的那几处地点做一些前期准备。昆仑山、长白山、龙虎山、神农架这12个地方，在灵气复苏之后都会成为修行圣地。我们必须要在复苏期之前将12祖庭完全控制，并迁移潜力民众进入其中修炼。你放心，我已下达命令，预计明天就可占领这12个目标区域。那么打造修仙体系、基础教育体系的计划可以开始了，仙道苗子的选拔工作也可以正式启动。我这就下令去准备。随着华老的命令下达，华夏范围内所有学校紧急增加1堂引气入体课程，并作为常规课程列入教学计划。灵气复苏，怎么不说我是大地转世呢？哎，不过说不定是呢，我先试试。我操！这玩意儿居然是真的，要不要这么邪乎？震惊！学校里发的那本引气入体，居然真的有用。有用！哥们，你别搞笑了，我也练了，什么感觉都没有。鉴定搂猪为傻逼。你说有没有可能，这是用来检测资质的？有资质的人才能成功，没资质的人练起来没用。你的意思是我资质不行哦？我清华毕业，你说我资质不行，你在搞笑？感情你们都是，老子回去也去试试，也没说这东西不准家长练。这本小册子所使用的纸浆为普通纸浆，没有任何特殊成分。全文一共320字，疑似华夏传说里修仙之路的基础入门知识。华夏到底在搞什么？根据情报人员搜集的信息，华夏网友们认为是灵气复苏时代即将开启，或者在为灵气复苏做准备。华夏是什么人，你还不清楚？这只是一个假象，他们最近的一系列行动都代表着他们正在进行某项秘密计划。情报部门必须加大力度，哪怕那些特工死光，我也要知道华夏的真实意图是什么。营长那边的反应和我们预料的差不多，他们觉得我们最近的行动应该是在执行某项秘密计划，不相信灵气复苏的存在。引气入体只是检测资质罢了，没有后续的修行功夫是无法自由运转灵气。如果强行修炼，只会走火入魔。不错，既然这东西不怕流失，那我们也不必遮遮掩掩的。12祖庭已经基本拿下，还有4个区域正在做善后工作。一旦完成初步的基础建设，就可以将魔道功法普及给5大战区的士兵，届时200万士兵都将走上修仙之路。接下来的工作是大规模的搜集高年份的药材，在灵气复苏后，那些高年份的药材会进化为灵药，所以我们在这几个月就要提前搜集，不要怕花钱。新时代来临，金钱将会成为一堆纸。苏总，这是第一批仙道苗子的名单。叶凡、王腾、柳洞，都是人杰啊！欢迎各位来到祖庭昆仑山，新的时代即将到来，你们都是万中无一的修仙奇才。为了保证消息不被泄露，你们将被暂时隔绝与外界的联系。
我就说是真的。我儿王腾绝对有真仙之姿。真的吗？我们能像小说里那些仙人一样遇见乘风？听起来怎么这么玄乎？该不是拿我们做什么试验吧？难道祖宗的炼丹之法是真的？我操！想学吗？我教你啊！我操，太他妈帅了！我要学。真是太酷了！原来仙人真的存在，我要修仙。肃静，接下来我会让人将功法传给你，之后便按照课程进行学习。你们3000人是华夏的仙道苗子，将会享受资源的优先供应。但是你们要记住，华夏培养你们便要反哺华夏，吃里扒外，不思回报之事。别怪我心狠手辣。天下魔修天之外，再多各位战一半。今天我们讲如何炼丹，不是修士也能炼制一些低阶丹药，主要是将灵药进行处理，然后炼制成相应的。如果是高阶丹药的话，则需要使用灵力和神识时刻把控，防止大误。苏总，那你能给我们演示一下吗？可选某个著名方士的后代，精通古今炼丹之术，后世炼丹界的顶级大佬没有之一。一粒金丹吞入腹，我命由我不由天。演示嘛，就不必了。其实我对于炼丹一道，其实还没有各位精通。因为我擅长的是炼人精血，神魂，可将活人一身精血凝缩，炼化为一颗血煞丹，服下后能增人气，延寿10年，没有任何不足。还有万灵丹、怨灵丹、七血劫煞丹。苏总，200万军队分别驻扎在神农架、长白山、龙虎山等4个祖庭，并且他们已经开始修炼几道天魔经了。务必要保证这200万军队的修炼进度必须在2个月内全部提升到炼气期。是，苏总。灵气复苏后将会有大量的元气，看来夺天造化阵也是时候开始准备了。只是关于阵基方面，还是要和他们商量商量。苏小友，之前便已说了，关于灵气复苏的任何事情，你都可一人决之，不必请示我们2人，需要什么给下面人说便是了。资源调度方面的事情，我自然不会来麻烦2老，只是接下来要开杀戒了。开杀戒。只要不是对华夏民众动杀手就行。我当然不会对华夏民众下杀手。华夏内应该有海外的间谍情报人员吧？这些苍蝇，我想一定死了。随后，苏妍便将元气以及夺天造化阵等事情告知2老。元气竟然有这样的用处，若是华夏能够拥有大量的元气，那么前期的提升速度还能加快不少。这可是大好事啊！对，苏小友，此事都听你的。这些间谍情报人员本就没什么用处，如此杀了也就杀了。我就不信鹰将他们还敢有什么意见不成？让情报局尽快给我一份名单，我要在灵气复苏之前完成此事。苏总，所有名单一共30万人，这还只是统计的外国间谍数量，不包括被策反的华夏人。不必讲得这么详细，我只要名单，杀了便是，反正都不是自己人。苏总，需要我们情报局协助吗？玉魂。我的主人，您有什么吩咐？去杀死名单上的人，将魂魄收入藩中。遵命，我的主人。成了。苏小友，这就是万魂幡，不知道这万魂幡是何等品质，是否达到了法宝品质？制作材料太低，这万魂幡勉强算是剑1阶法器。只是1阶法器，无妨。万魂幡最主要的是生魂术，虽然只是1阶法器，但也足以容纳30万生魂。只是要想培育出数量足够多的鬼魂，将来还要对万魂幡重新建立。收。苏小友，你的万魂幡似乎有所变化。不错，在吸收了30万生魂后，万魂幡的品质也有所提升，到了4阶法器的地步。不过原材料太低级，我这柄万魂幡最多也就是提升到9阶法器，绝无可能晋升到法宝层次。
这30万生魂战力不强，还需通过养蛊的方式让他们互相吞噬。30万生魂厮杀剩下3000，这3000凶鬼便具备不错的战力。倘若能诞生出一只鬼王的话，那就更不错了。原来如此，没想到万魂幡后续还有这么多步骤。话痨，看您如此感兴趣，这件我用剩下的材料炼制的万魂幡送给你。这不太好吧？无妨，我也用不到这件万魂幡。不过这生魂，您老就得自己搜集了。真是好玩意儿啊！不过东西是好东西，就是有点空落落的，上哪儿搞点生魂啊？苏小友，你觉得今夜我们就合炸樱花怎么样？他们拦截不住我们的合资大计，那可是上亿生魂啊！咱俩定能养出鬼王。话痨，你有些激进了。话痨，你的思想很危险啊！怎么了？难道我的心智已经被极道天魔经所影响了吗？开始变得残忍嗜杀？不能吧，这可是我老早之前的想法了，又不是修炼极道天魔经引起的。话痨，这种竭泽而渔的想法非常危险。在灵气复苏之后，人口将会成为我们华夏最为珍惜的资源，很多魔修手段都是要用人来完成的。樱花国虽然才1亿人，但他们还可以繁衍，是一种可持续发展资源。我操！这苏老弟，你真不愧是魔道魁首啊，目光看得很长远，连我都自叹不如。既然都说到了这里，那我便将未来的一些想法和话痨你提前说说。洗耳恭听。华夏将来的目标是整个蓝星，像樱花、棒子这些国家，咱们得好好养着，方便随时取用。还得鼓励他们大力生育啊！咱们魔修有没有法子能让人一胎生上17、18个的？话痨，你的意见很有建设性。哪里，苏老弟过奖了。好了，话痨，这些事都是灵气复苏之后要做的计划，目前还不着急。现阶段我要布置夺天造化阵，汲取其他国家的元气。不过这短短时间死了30万剑鬼，想必很快国际上就要开始对我华夏发起质问了。不错，相信阴境那边很快就会发现。半个月，只需要半个月，这些尸体就能炼制完成。苏老弟放心，在你未完成之前，绝不会有人打扰你。现在的华夏，就算鹰将要真的打，他也得掂量掂量。让你调查华夏的真实意图，你一无所获。现在派出去的间谍全部都死了，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好，息怒。现如今，我们必须联合其他国家，对华夏一同进行施压。华夏虽然强大，但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和全蓝星为敌的地步。我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还是会有些收获的。就这么办，立即召开蓝星全体会议。天下魔修千千万，在座的各位战友们，我国大量公民在华夏境内死亡的事情，是不是该给一个交代？不错，这么多他国公民死去，你要给个解释。如果华夏已经无法保证本境之内的安全性，那我们考虑将武力进驻，帮助华夏维稳治安。华夏代表，我7000大毛公民在你境内相继死亡，究竟是有人在暗中捣乱，还是你们华夏有意为之？你华夏要是连自家都管不好，那我们来帮你管。没错，华夏你不仅要给我们交代和解释，还要进行赔款，用来安抚我国民众的悲伤情绪，否则我国将断绝和你的一切往来。交代、解释、赔款，无论是拳头还是道理，你们都没有资格对华夏说这种话。这就是华夏的态度吗？你是要与整个蓝星宣战？华夏，你是要和我们所有人为敌吗？不仅肆意杀害我国公民，甚至还在联合会议上口出谎言。华夏是要打破蓝星的和平局面吗？第一，我需要纠正各位的发言，李国公民并非被我华夏官方杀害，如果有确实证据，请你现在就拿出来，否则便是无端污蔑，华夏将对污蔑之人追究到底。各位，有还是没有？就算此事与华夏官方无关，那你们就没有任何责任吗？从未有任何一个国家出现过如此恶劣的他国公民死亡事件，这是你们华夏官方的严重失责。没错，我们华夏官方失责，但我们正在对此事进行积极调查，争取尽快给诸位一个答复。请问各位还有什么问题吗？我们要求组建联合调查小组入驻华夏，一同调查此事。我方同意你的请求，可以派遣联合调查小组入驻。那我方公民的议题呢？我们即将完成对死者的身份调查和证据搜集，一旦完成，就立刻送回所属国。诸位，如果没什么问题了，那此次会议就到此结束吧。苏老弟，联合调查小组就要出发了，共有300多人。不过要我说，直接打下来便是了，何必你亲自跑一趟呢？话痨，你们出手的话肯定会留下痕迹的，得不偿失。我出手的话不一样，将他们的具体航线告诉我。这架飞机从纽约出发，目的地京都。不
不过苏老弟，你当心些，又不是什么大事。来了。华夏近些年是越来越嚣张跋扈了，我们这次一定要好好调查，将他们的罪行罗列出来，让公众看看这个自称利益之邦的国家背地里有多么下作。哈哈哈，山川君，放心吧，这次我们绝不会让华夏这么轻松摆脱罪责的。华夏这次太狂妄，杀了我们这么多国家的间谍，只要我们能够找到任何实质性的证据，就能立刻逼迫华夏低头。不过，华夏敢让我们这么大咧咧的进入境内，肯定已经销毁了所有相关的证据。我们想要找到证据，估计有些困难。呵呵，你们错了，并不是我们要在华夏寻找证明他们罪行的东西，而是我们找到的东西就是华夏的罪行铁证。说得是呢，还是应将专员有办法，佩服佩服。去。你们说，这次我们从兔子那里要点什么东西好呢？我棒子国籍100公民总不能白死吧，最起码也得赔架航母吧。嘿嘿，我觉得有道理。你们棒子国都要一架航母了，我们要一个电磁弹射不过分吧？不，谢特，恶魔有恶魔。这些是什么东西？听说这些人全部都是间谍，官方清理的好，杀得好啊！对，这些间谍死不足惜，官方还是太软弱了，怎么能同意联合调查小组入驻啊？是啊，天知道他们会在华夏境内找到什么，说不定拿这一袋洗衣粉都会说成是证据。对，就算出了问题，事情也该由华夏自己来查，鹰将他们凭什么插手？就是反对联合调查小组进入兔子境内。大家冷静点，华夏官方肯定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愚蠢，这次可不是小事，我敢拿人头打包票，这架飞机绝对会出问题。俺也是。已经解决了，可以让那架飞机进入华夏境内。好，武力击落联合调查小组飞机的计划取消，解除边境空域禁令，还有让小王准备一份发言稿。天下的魔秀千千万，在座的各位战友们，在我们面前降落的，便是联合调查小组的专机，让我们欢迎联合调查小组的到来。Hello， 各位，接下来我们便要采访诸位调查专员了。你们有什么问题想询问的呢？把问题打到公屏上吧。怎么回事？怎么这么久了，他们还没下来？有可能是飞机经历长时间的飞行，出现了故障，舱门无法顺利开启。华夏的工作人员还愣着干什么？一群蠢猪，不知道上去帮忙吗？这就是你们华夏的待客之道，你们华夏人的素质和我们樱花人真没法比。请稍等，我们马上打开舱门。到底发生了什么？走，赶紧过去看看。刚刚那些是什么玩意儿？太他妈吓人了！那些干尸不会就是联合调查小组的成员吧？他们全部都死了。波潮，如果不是现场直播，我肯定以为这是在拍电影。我操！这应该不是官方悄咪咪干的吧？我是想过100种官方干涉此事的做法，没想到官方居然有101种办法。别他妈乱说，你有证据吗？就敢说是官方干的？这绝对是华夏官方干的，华夏就是这么一个下作无耻的地方。你他妈说什么？欠揍是不是？太悲伤了，400位调查专员全部变成了干尸，躲在被子里的我都快要笑出声了。
感谢鹰酱老板送来的400具木乃伊。对于联合调查小组的遭遇，华夏官方及民众表示深切的同情，华夏将会尽一切力量对此事展开调查，务必会将真凶绳之以手。华夏，我们的调查专员怎么会变成那个样子？这件事你要给我们各国一个交代。对，华夏，你又在搞什么鬼？上次我们大量公民死在华夏境内的事情还没完呢，现在我们的调查专员又全部死在你们华夏境内，这事你得给个说法。你们有证据吗？如此恶意的揣测，这是对国际和平的严重破坏，并且关于此事，华夏官方已经在第一时间展开了调查，务必会将事情查个水落石出。华夏，这次事件太恶劣了，你要负全责。你们有证据吗？华夏，你必须得对我们做出赔偿。你们有证据吗？这次事件将会让我们重新评估华夏的安全等级，有必要的话，我们会切断和你方的联系。你们有证据吗？可恶的华夏人！诸位放心，我方一定会给各位一个交代。如今我方已动用一切力量对此事进行调查，为表诚意，还望你方尽快组织起一支新的调查小组前往我方。哼，上一次去的人变成了干尸，下次是啥？丧尸还是僵尸？苏总，200万军队已经全部抵达炼气7、9层，如今正在进行对选中术法的修炼。文轩那边做的如何了？已经在做思想工作了。这件事确实不大容易，难为他们了。不过可以让他们拍点美化魔修的电影、电视剧之类的，我相信效果会很好。特别是王胖子和星爷，我很看好他们。好的，苏总，我这就通知下去。当魔头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什么魔尊邪修的都无所谓，只有掌握力量才是一切。如果心智足够强大的话，入魔也只是获得力量的手段而已。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这些电影都是这种类型，不过我觉得还是很符合现实的。如今本来就是一个慕强的时代，正义不正义的还不是强者说了算。这让我想到了鹰将，以前他们强的时候胡作非为，还不是一群马仔跟在他屁股后面鼓掌。实力就是一切啊，兄弟们！王静导演的风格还是一如既往的让我喜欢，我在电影院差点笑尿了，给我一种老片子的怀旧感。距离灵气复苏还有1个月的时间，各地区情况如何？200万军队已经离开祖庭，返回各大军区，准备迎接接下来的妖兽爆发。民众那边的思想工作也已经完成。根据前不久展开的社会调查来看，民众对于魔道功法的接受度相当高，有93.1415.26%的人都表示愿意接受修炼魔道功法。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对公众普及魔道功法了？距离灵气复苏只有1个月，可以开始传播极道天魔经了。不要怕功法泄露，我有方法应对，并且军队一定要抵达目标位置。在灵气复苏后的1个月里，将会形成非常可怕的妖兽潮，他们会对人类进行疯狂的攻击。还有就是炼丹部和炼气部要做好准备了。灵气复苏开始后，炼丹部的各类灵药刚开始必须优先供应军队所需，后面规模逐步扩大后，才可为民众提供丹药。炼气部也是同样如此。好了，工作即将结束，诸位，让我们迎接一个新的时代。天下魔修千千万，在座的各位站一站。请听华夏民众尽快离开华夏国，15日后还未离开华夏的非本国居民将会被武力驱逐出境。早就该驱逐这些外国人了，在我们的地盘上天天拽得跟258万似的。华夏该不会真的准备要打仗了吧？我肯定第一个参军。清理外国人我没意见，尤其是要将那些黑犬清理出境，这些人实在是太恶心了。老臣附议。亲爱的，你放心，华夏官方很吃游行这一套，他们肯定不敢强行驱逐你们的。你放心，我绝对不会离开你的。此处为危险区域，请无关民众迅速撤离，返回家中。你们要做什么？官方已为你们准备好了回国飞机。凭什么驱逐我们？华夏官方没有权利这么做。我们有华夏的居住证。我是受邀请前来的留学生，你们华夏应该礼遇我们。华夏不是号称礼仪之邦吗？对，我们喜欢华夏这片领土，有留在这里的权利。呵呵，你们喜欢华夏，可是华夏不喜欢你们，不服者就地格杀。你们怎么敢对平民开枪？这就是你们华夏军队的军纪吗？看什么看？他们都是华夏的合法居住人，你们凭什么驱逐？这些人能来华夏，那是华夏的荣幸，我们应该礼遇才对，凭什么强行驱逐他们？而且我男朋友是大学教师，对华夏的教育是有贡献的，你们不奖励他就算了，还要强行驱逐他，这还有天理吗？还有王法吗？
我们只是执行命令，请你们立即执行华夏官方的驱逐令。有我在，你别想驱逐他们，除非你们连我一起驱逐。呵呵，黑犬就是黑犬，让一个女人站出来为他们解释。不过这个女人也是个无可救药的蠢货，一起驱逐吗？那就一言为定，双喜临门。女士，能否告诉我你的姓名？陈心如，你最好去查查我的身份，得罪了我，你们吃不完兜着走。还有这些黑人，有我在，你们一个都别想动。呵呵，陈心如女士，很遗憾地通知你，即日起你已被剥夺华夏的公民身份，请你与这些黑人一同执行华夏官方的驱逐令。你知道我是谁吗？居然敢剥夺我的公民身份，你有这个权利吗？这是军令，所有阻拦军队实行驱逐令的人员，一概视为自动放弃华夏公民身份。如果你不服气，可以向5大战区司令部发起质询。不，我绝不离开华夏。对，我们绝不离开。请你们立即离开，1分钟内还未撤离者，将视为入侵华夏国的敌人，我们将就地击毙。听到这4个字，在场的黑犬们全都傻眼了。他们看着华夏士兵那手中的枪口，以及这些士兵杀气腾腾的眼神，丝毫不怀疑这些士兵真的会开枪。而就在这时，奥利尔连忙贴在陈心如耳边小声劝说，让他联系家里。陈心如，你现在已经是无国籍人士，你自己想办法吧。怎么会这样？亲爱的，你会帮我的对吗？滚吧，没用的女人！陈心如女士，请尽快上车。真是大快人心啊！这些黑犬终于滚出华夏了。华夏国进入封闭状态，解封日期未知，所有跨国港口、机场全部封闭，暂不接受外国人进入华夏境内。所有非法偷渡移民一经发现，就地击毙。已开设官方公法网站，所有民众可查阅现存任何公法，如有新公法可上传，并获得奖励。所有公法禁止外泄，一经发现将被视为叛国行为，判处死刑。什么情况？之前猜的灵气复苏该不是真的吧？我就说灵气复苏是真的，官方早都已经在做准备了。还记得前不久的引气入体吗？那就是在提前筛选啊。你们快登录公法网站啊，那上面有好多公法，官方推荐我们修炼几道天魔经，这听起来怎么不太正经的样子？魔道功法怎么了？前段时间那电影你们看了吧？主角修的也是魔道功法啊。姐，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必须要听官方推荐啊。虽然并不知道太多的详细情况，但事情似乎就是这样的。华夏的确在为灵气复苏做准备。难道华夏有什么确凿证据表明神秘时代即将开始吗？超自然的神秘事件每年都在发生，各国都记录了不少。不过这半年以来的神秘事件，其数量的确增加了不少。莫非真如华夏民众判断的那样，灵气复苏就要开始了？如果确认灵气复苏即将开始，我们也要提前做准备。好的 ，boss， 我再吩咐下水，让他们多准备点女巫的衣服和帽子。明日清晨将会有白雾弥漫，请不要恐惧，前往空旷地带，并尽可能吸收白雾，可在白雾中进行修炼。听这意思，明天早上就要灵气复苏了。今夜必须通宵等待呀，绝对不能错过这历史性的时刻。官方连功法都给了，明早妥妥的最佳修炼时机。兄弟们，好好修炼，争取早日抵达筑基期，偷渡到樱花，然后结。诸位道友，避免危险，再为人往返，诸位修炼如何？夏老，待会的元气你要多吸收，应该能帮助你踏入炼气期。如果吸收的足够多，进入筑基也并非不可能。好嘞，总算可以修炼了。开始修炼。与此同时，华夏前段时间送往各国的间谍尸体上都生出了一颗吸取着蓝星各地的白雾传递到华夏境内，这也导致了华夏国内白雾的数量急剧增加。这白雾不是都要吸收完了吗？怎么又涌出来这么多？吓死我了！我还以为吸了就没了呢，我才刚到炼气4层。
兄弟们，很稀啊！错过这次机会，下次说不定就没了。吸不完，根本吸不完啊！也不知道其他国家有没有白雾出现，要是有的话，咱们可以整点过来啊。不是哥们，你吸慢点，我跟不上了。老子现在也他妈的是修士了，我感觉自己强的可怕，哪有妖兽？快让我练练手！快看官方发布的公告，让我们小心妖兽，尽量待在城市里。如要击杀妖兽的话，一定要组队前往。我靠，还真的有妖兽啊！肯定啊，我们人类能够吸收白雾提升，动物们肯定也可以。操，我的二哈怎么办？他该不会不认我了吧？我家宠物进化了，要是敢对我下手，我就只能清理门户了。华夏准备那么周全，我还以为这事有多难呢，看起来也没什么难度嘛，只要吸收白雾就能提升身体素质。现在我们全民的平均身体素质都提升了不少，简直个个都是超人。哈哈哈，我国也是，人人都能轻松降服棕熊，身体素质有了极大幅度的提升。看来只要吸收白雾就能提升，的确没什么难度。华夏还费劲巴拉的准备那么久，有什么用？不错，我感觉寿命应该增加了不少。看样子蓝星将要进入超人时代了，人人都是超人。吸收白雾时候的那个飘然感，真的好爽啊！可惜白雾数量少了点。若非此次计划，我想要筑基，恐怕还要花费些时日。丢人，真他妈的丢人啊！当初我在装什么？非要选择，要是选择了极道天不惧，现在皇上就是悔不当初啊！华老，老师的气息怎么这么强？我完全感知不到他现在的境界，该不是要突破金丹了吧？我靠，老师该不会真的要直接突破到金丹境吧？虽然突破筑基期不难，可是要想修炼到金丹境，难度可大了许多倍。老师要是能突破到金丹境，就能无惧所有热武器，连核弹都不怕了。老师不愧是老师啊，虽然之前境界低，可一旦灵气复苏，就能迅速崛起，比我们可强太多了。老师平时都没怎么修炼，将时间都用在了教导我们上面，却依旧能进步神速，真是天资惊人啊！从今天起，我要将老师视为终生追随的目标和榜样。呵，前世当了一辈子的魔头，当了无数的反面教材，没想到我这个顶级大魔头，有朝一日居然能成为众多众到巨部崇拜的对象，这还真是倒反天罡啊！现在还是抓紧突破吧。这就是金丹境修士的恐怖吗？哪怕只是逸散的一丝力量，也如此可怕。成了。这次提升境界虽然是非常顺利，可应对天劫也相当的仓促。我要渡劫了，你们都退远些。诸位好生观摩，金丹诀虽然厉害，但也不至于让我苏母人身死方心。诸位道友，危险！再为人王番，助我修炼如何？那么今日你是死是活，且看你神情如何。翻来。那就是天雷吗？好恐怖啊！隔着这么远，我都感觉到一阵阵的心悸，那力量好强。你们说老师能够成功渡劫吗？渡劫之前应该做很多准备，可是老师好像什么都没准备。老师该不会被雷劈成灰吧？放你妈的狗屁！不要乱讲，老师是何等人物？他天纵之姿，一代人杰，岂会被一个小小的金丹天劫击败？就是你们都赶紧闭上乌鸦嘴吧，老师兴许还能撑过去。金丹境的天劫都这么可怕了？
那元婴、化神以及更高境界的天劫会多么恐怖啊！肯定是毁天灭地吧？此时的众人都在叽叽喳喳的议论，吵闹个不停。一来是他们的确很担心苏颜的安全，生怕后者在天劫中受伤或者出现什么意外；二则是这是众人第一次看到传说中天劫的真实样子，感到好奇的同时，又感到深深的恐惧。苏姐，苏老弟神人之姿，应对天劫岂有什么问题？尔等都不要吵闹，这是观摩天劫的绝佳机会。今后你们也是要渡金丹劫的，苏老弟希望你们能诚心观摩，借此增加渡劫几率，不要辜负他的一份苦心。大天造化者。模糊过，回过，也重复了过。生命。这天劫居然如此恐怖吗？那我们将来渡劫岂不是凶多吉少？怕什么？老师徒手都能接天劫呢。我们若是准备周全一些，定然也能度过这天劫。这就是老师的实力吗？好可怕！他恐怕能以一己之力毁灭一支现代化的大军。我感觉这还不是老师实力的极限。好恐怖的力量啊！即便隔着这么远，依旧有一种让我想要跪拜下来的冲动。一道天魔。苏老弟不愧是昔日的魔道巨擘呀，居然掌握有这么多术法。老师已经度过3道雷劫了，劫云却依旧没有消散的迹象。看样子老师最起码也要度过7道雷劫。7道，老师是何等天资？他可是咱们华夏国的修行领路人，肯定是9道天劫没跑了。我也感觉是9道天劫，不过老师毫无准备，能度过这金丹劫吗？不要怕，老师肯定能够成功渡劫的。安来。我操！老师，他竟然把雷劫给灭了！老师不愧是我们华夏国的修行领路人，这也太猛了吧！老师他应该没事吧？不会有事的，老师乃是天宗之子，怎么会陨落在一个小小的劫云之下？天劫好像已经消散了，我们赶紧过去看看。不，老师没了。王腾恭送老师。老师你就这么走了，我们可怎么办啊？呜呜呜！好什么呢？苏老弟没死，活着呢。恭喜苏老弟成功度过金丹劫，成为我华夏第1位金丹境修士。一个个的都如此慌张，今后要多跟华老学学，无论什么时候都要镇定从容，方能不出差错。现在也算到了苦尽甘来、接收奖励的时刻。恭喜苏老弟成功踏入金丹境。诸位道友，幸运危险，才为人往返，祝我修炼如何？小心度过天劫罢了，眼下并非庆祝的时候。灵气复苏已经开始，接下来动植物都会疯狂进化，涌现出无数强大的妖兽，我们要及时做好准备。苏老弟说的对，5大战区的200万士兵已经前往各地驻扎，帮助民众抵御妖兽。民众修炼了功法之后，实力也都有所提升，他们也可以自主联合起来对抗妖兽，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尔等此次都借助聚灵阵突破到了筑基期，现在应当下山去猎杀妖兽，在生死间提升实力。在修行上有什么疑惑之处，可以随时向我请教。我们一定谨记老师教诲，勤勉修炼。除魔卫道就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嗨，老师就是魔头，你再说一遍要除什么？我的意思是猎杀妖兽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要和老师分别了，我的心里真不舍。
我鹰将国纽斯受到了大量妖兽冲击，死亡人数超10万人，并且已经发现蓝星大洋出现无数实力强悍的妖兽。目前所有国际海洋航线已全部被切断。我在英国也有一座城市被妖兽完全攻破，所有市民全部死亡。我代蜀国出现100万妖兽狂潮，目前情况已十分危急，现我代蜀国要求各国对我国紧急救援。我华夏各地均都出现妖兽暴乱事件，目前还未及时镇压，对代蜀国的要求感到无能为力。我樱花国军事力量匮乏，根本无力抵挡数量如此之多的妖兽，还请鹰将爸爸救我。我棒子国也同样如此，还请鹰将爸爸救我。樱花沙还有棒子沙，你们已经是成熟的国家了，应该学会自己保护自己。还望华夏爸爸救救我！苏老弟，既然棒子和樱花都是我们的牧场，那么是不是应该去帮帮忙啊？无必支援。这次可是进入棒子和樱花的好机会呀！我们就这样眼睁睁的放弃吗？灵气复苏之后的妖兽潮是天道的一次优胜劣汰，只有活下来的人才有资格进入超凡时代。不要怕他们死，活下来的人才更具有价值。我们需要的是优质牧场，这就类似于一场养蛊，这些精英的价值要远比死去的人多得多。虽然我们早做准备，但华夏地域广博，妖兽数量不少，华夏军队勉强才能够抵挡，民众还需要成长。抽调人手前往樱花和棒子国有些勉强。好吧，就是可惜了那么多的生魂喽。话痨。蓝星意志觉醒，发布猎杀妖兽任务，所有国家将以国家形式参与此次任务，可动用一切手段猎杀妖兽，按照猎杀妖兽数量进行排名，排名前10的国家将获得元气奖励，名次越高，所获得元气数量越稀有，排名第1的国家将获得1份额外神秘奖励。本次任务持续15天。规则1，可动用任何手段。规则2，击杀妖兽积分的获得归属以妖兽死亡地国家为准。猎杀妖兽任务，蓝星也特么的成精了，我靠，还会发布印。元气就是昨天早上出现的那股白雾吗？只要排进前10就能再次获得白雾。如果能再得到一些白雾，我们的身体肯定还能进化，而且第1名还有额外奖励呢。那不得狠狠杀妖兽？苏老弟，这是怎么一回事？上一世里，蓝星意志并未觉醒啊。看来是这一世出现了某些轨迹偏差。不过，蓝星意志的诞生对于人类来说应该是一件好事，它应该是偏向人类的，所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增显人类的实力。苏老弟，这元气供应还有神秘奖励，我们华夏一定要拿到。如果能再得到大量元气供应，民众的平均实力肯定还能暴涨一波，这足以让我们和其他国家拉开差距，而且这也有利于以后应对异族。都备考了这么久了，要是还拿不到第1，也多少有些丢脸啊。并且不能再让军队采取保守姿态了，必须要主动进攻，不要再惜弹药，尽可能的去杀死更多的妖兽。再过几个月，这些热武器基本上都没用了。好，光让军队出击都还不够，也要发力民众。民众们基本都已经走上修炼之路了，拥有一定的实力，也可以参与到战斗中去。这是一场蓝星所有国家都参与的竞赛，时间很紧迫。我想鹰将、大毛他们都会不遗余力的争夺第1。咱们的情况虽然比他们要好些，但也要尽全力，不要出什么差错。我马上去发命令。蓝星意志究竟能给出什么样的奖励？蓝星意志，又或者说是天道。鹰将是蓝星军事实力最强大的国家，这是第1，必须是我们的。得到更多的元气，才能拥有更强大的力量。接下来要不惜一切代价猎杀妖兽，而且我们的研究也需要消耗大量的元气。一旦拿到元气供应，也能加快研究的速度。是 ，boss， 我马上安排下去。第1名必须是我们大毛的。呼啦呼啦，天下魔秀1000万，在座各位战一半。猎杀妖兽任务已发布，军队将改变作战方案，无心参战的民众请尽快到就近避难所躲避。如民众愿意参战，可加入就近军队获得武器装备之特；如不愿加入军队，建议组队猎杀妖兽。杀妖兽必须要算我一个啊！刚到炼气6层，正愁没有东西练手呢，这不就来了吗？兄弟们冲啊！这些妖兽的血气也是可以拿来修炼的。加入军队还能领装备呢。保卫华夏，人人有责。现如今的华夏士兵们将玄幻手段和现代科技进行了完美的结合，一场战斗打下来，只看到一把把这些高手往他们所在的地方飞过来，愣是看不到人在哪里，主打的就是一个见枪不见人。
卧槽，这也太他妈的帅了吧！兵哥，求求你教教我吧。这是御巫术，在官方修炼网站上有，是一种低阶术法，只要简单学，可就能学会。官网上就有，我光顾着选功法了，完全没注意还有术法教程啊！太帅了，老子也要学御巫术，我要御剑。该死的华夏，明明我鹰将的军事实力要略胜一筹，他们为什么击杀速度这么快？他们的士兵难道不会疲倦吗？不能再等了，给军队使用5号化合物。可是 BOSS，5号化合物还在研发阶段，副作用很大，仍旧停留在研发阶段，还不足以大规模的使用啊。管不了那么多了，如果想要继续进化，就需要更多的元气。错过了这次任务，下次想要获得元气，不知道要等待多久，付出一些代价是可以接受的。好的 ，BOSS。不久之后，一支支奇怪的绿色针剂便被派发到了鹰将士兵们的手里。当这绿色的古怪液体注入到身体里后，鹰将大兵们纷纷露出无可奈何的表情。而许多士兵在这个过程中，但绝大多数的士兵终究平稳地吸收了5号化合物。实施备用计划。苏老弟，鹰将突然发力，击杀速度猛然间暴增了10几倍，这是怎么回事？是鹰将国的活体研究药剂，他们在这方面已经展开了多年的秘密研究，已经取得很大的进步。将来在科技方面，鹰将还会继续发展，甚至会成为蓝星科技度最高的国家。随后，苏妍将鹰将国未来的组织给华老和夏老大致说了一遍。按照正常的发展轨迹，鹰将是在灵气复苏1年后才推出活体药剂的。看来这次为了能争取第一，应该是提前使用了尚未完善的药剂。就算鹰将有底牌，他们也不可能超越我们的。对，我们遥遥领先，绝不会被超越。既然我们拿到第一已成定局，现在可以派遣队伍去支援棒子和樱花了。苏老弟，现在支援不太好吧？按照任务规则，妖兽死在哪个国家，就会列入哪个国家的击杀数量。我们现在出兵帮助棒子和樱花，不相当于是帮他们杀妖兽整排名吗？这会不会不妥啊？对啊，我们此刻支援，说不定会帮樱花和棒子名列前茅，这不是给他们送元气吗？我就是要帮棒子和樱花进入前10，让他们获得元气。毕竟这些元气是可以窃取的。这几天我练着不少阵旗，可以掌控樱花和棒子全域，将他们的元气全部掠夺过来，为我们所用。哇！好，此次若是有足够多的元气，我华夏民族定能更进一步。苏老弟在，华夏何愁不能人人如龙？华夏现在可动用的兵力足有6亿多，分出一部分人去支援棒子和樱花，完全没有问题，这也不会影响华夏获得第一。那我着手去安排，让最齐的军队和民众自发前往棒子和樱花河支援。大毛真不愧是战斗民族，居然这么狠！这怎么可能？刚才看大毛的击杀数量，和鹰将还差了好几百万呢。对啊，如此巨大的差距，怎么可能在一瞬间就弥补了？甚至还反超了几10万。大毛怎么做到瞬间超越鹰将，来到第2的？大毛使用了当量不小的核弹，并且是在自家本土投放的。大毛疯了吗？居然在想自己本事投放核武，只为了猎杀妖兽。他们难道不知道核武会造成严重的破坏和污染吗？这对于他们的民众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没想到他们为了第一，居然无所不用其极，这比鹰将都还要狠。疯啊，真是疯啊！我们和鹰将不敢用核武，是因为考虑到代价太大。不过大毛付出的代价要比我们小得多，但也能看得出来，大毛这次是真的豁出去了，不敢在新时代落后于人。就在此时，天空榜单再次出现变化，大毛的击杀数量猛然又多了700万。一颗核武就能灭杀几百万的妖兽，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大毛岂不是要超越我华夏了？苏老弟，这该如何是好？不用慌张，大毛虽然动用核武，但是距离我们仍有不小差距。驰援棒子和樱花的计划继续，接下来我们出手，第一终究是华夏的。哇！好，那我们就按原计划行动。我现在就去调遣人手，前往棒子和樱花进行支援。这2个国家的面积都不大，应该也用不了多少人。核武，他们肯定是动用了核武。我们也在之前预定的几个地点投放核武。好的 ，BOSS。天火地煞，销魂灭身。9方阴雷，起！华夏国将处于人道主义，对棒子和樱花进行支援。我方将抽调30万军队，分别前往2国。如有民众愿意前往，可自愿报名，官方将进行调度。还人道主义？我呸！让我去救小樱花，这辈子都不可能。这种国家早就该消失了。棒子国难道就不恶心吗？宇宙小偷啥都要。官方为什么要去支援这2个国家？我想不通啊。现在妖兽潮爆发，大家至少门前雪，哪还有心州去管别人啊？官方，我劝你少管闲事熬，老老实实拿到这次任务第一，咱们就能吸收元气了。
樱花怎么了？樱花人也是人，樱花省自古以来就是我们华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必须要支援啊！我先说好，我绝对不是去修炼几道天魔经的，真的是诚心诚意的想要帮助樱花人民，救他们于水火，让他们从这痛苦中解脱。嘿嘿，我擦，对啊，樱花有难，华夏必须支援啊！我要去，我要去！我操！对呀，官方发布的临时法案中不允许拿华夏人作为修炼资源，可又没有说不能拿外国人修炼。待我归来意，族谱重修时，兄弟们组队前往樱花。而就在华夏全民支援樱花以及棒子时，苏颜也下了登山。兄弟们，我已经向最近的队伍申请了援助，他们正在最快速度向这里赶来，我们只要撑住就行。对，兄弟们别慌，3个小时，只要3个小时，我们就能得救。我们防守为主，控制高点，用热武器进行压制，只要不被妖兽撕开口子就行了。就在众人商议的时候，妖兽如同潮水般向商场发起冲锋，阵势如此面对着数万妖兽的冲击，眼看着防线就要被突破。就在此时，几个头正好砸在战场中间，全场寂静。是谁做的？竟然能够在数万妖兽的包围里将助激进妖兽斩杀！我靠，在妖兽群里杀入激进妖兽如探囊取物，这他们至少也得是金丹境的强者吧？我操！才灵气复苏就有金丹境的高人了，咱们华夏果然是卧虎藏龙啊！哈哈哈哈！兄弟们，咱们活了！孽畜，休得放肆！天火地煞，销魂灭身。九荒阴雷，起！这就是雷火阴煞阵吗？能够布置这种阵法，这人肯定是结丹境的修士，只有结丹境修士才能炼制出雷火煞的阵旗。那个好像是苏师，他就是苏师。虽然看不清楚苏师的面容，但我能感受到他的帅气绝不在我之下。嘿嘿，苏师居然是金丹境的修士，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亲爹，带孩子吧，我才练气机。苏师风采当真是卓绝，举手抬足间便覆灭了数万妖兽，厉害！诸天气荡荡，我道日兴隆。诸天气荡荡，我道日兴隆。诸位勤勉修炼，望早日让华夏人人如龙。苏师一句话，当真是振聋发聩，不愧是苏师，心有大气魄，大格局啊！今后我特们一定要加倍修炼，绝不辜负苏师今日的救命和教导之恩。听到没？苏师让我们勤勉修炼，可不能再懈怠了。人人如龙，这就是苏师的大宏愿。他和我等普通人的格局果真不一样。今后若是不勤奋刻苦，如何对得起苏师的殷切期盼？天气荡荡，我道日兴隆。吸收了800万低阶妖兽的血气，才堪堪到达要突破金丹境中期的地步，还需花费不短的时间来炼化提纯，这效率确实够慢的。运输的支援队伍应该到了棒子以及樱花吧？不知道在接下来的2天内，能不能让棒子和樱花进入前10。那些华夏人居然会支援我们，感觉像是用心不良啊！这是华夏人欠我们的，如果不是卑鄙的华夏人窃取了我们的元气，我们的身体素质早都已经进化到他们这个样子了，自己就能抵御妖兽，完全不用他们来帮忙。没错，华夏为什么要支援我们，还不是因为窃取了我们的元气，心中有愧疚罢了。说到底，这就是他们欠我们的。卑鄙无耻的华夏人，你看他们多强大，他们能这么强大，是因为吸收了我们的元气。华夏人这次不但要帮我们抵御妖兽攻击，还应该尽力让我们进入前10名，得到元气奖励，从而补偿我们。不止如此，他们还应该对我们提供无偿的军事设备援助，而不是派遭支援队伍这么简单。就在刚刚，苏颜归来，下达灭亡樱花以及棒子国命令。什么情况？这群小樱花对老子非但不感激，还他妈冷眼相加。我早就说了，樱花就该亡国，不能用正常目光去衡量这群畜生。兄弟们，我真的快要憋不住了。老头子，我看这些樱花人，越看越觉得他们可口。兄弟们，实不相瞒，昨天我看10个樱花人，没忍住，很爽。
大家还是要克制一点哦。官方给我们的命令是支援，这次顺手弄死几千个樱花人就行了，可千万别过了。操你妈！要不是华夏把樱花的元气全吸走了，以樱花人的优良血统和天赋，说不定早都已经出现实力惊人的进化者呢。华夏小偷无耻并且卑鄙，偷走了我们的元气，这时候又派出援兵，希望用这种方式来掩饰他们的卑劣行为，绝不可能。说到底，我们两国会出现这么大的损失，全是因为华夏，这笔账必须要向华夏讨回来的。你是说？我对于华夏这个国家相当熟悉，他们十分爱惜羽毛，不会给自己留下污点。我们可以从华夏的这个特点下手，向他们索取一些赔偿。那我们联合向华夏发公告。不着急，再等一天。我们不能单单向华夏发，而是要在国际上发。好，我们必须逼迫华夏就范。与此同时，猎杀妖兽归来的苏颜和华老、夏老等人聚在一起。傅老弟，你看看，这狗樱花和棒子居然在国际上向我们发布了谴责书。他们就这么想亡国亡种？是啊，在我华夏援兵抵达之后，他们非但不感激，反而还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甚至樱花和棒子还联合起来对我华夏的行为进行谴责，真是找死！鹰将和大毛他们虽然忙着猎杀妖兽，但是也对这份声明表示了支持。反正就是动动嘴皮子的事情，我们现在该怎么处理这封谴责声明？要不直接无视吧？道德绑架吗？不用管就是了。另外，不用那么严格的管控支援的民众，只要不让棒子和樱花灭绝就行了。人口控制在3%左右，怎么分配，他们自己看着来。操，这群樱花畜生啊！我跑这么远过来支援，他们愣是毫不感激，还在国际上谴责我们。居然还敢索要那么多的赔偿，他们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吗？有的国家亡国经验确实过于匮乏了。在鹰将爸爸不管不顾的时候，是华夏亲爸爸救他们于水火。这群逆子缺一点不念情，还想趁机分华夏爸爸的家产，真是大逆不道，倒反天罡。兄弟们，刚刚接到上头的秘密通知，只要将棒子和樱花的人口控制在3%左右，多出来的人自行分配。打枪的不要，悄悄的进村，别留下什么痕迹。兄弟们注意控制点啊，可千万别稀罕了，要严格执行官方的命令。临时法律，别当儿戏。国内的妖兽潮不是已经被华夏人抑制住了吗？但是为何昨天死亡的樱花人居然达到了600万？为什么会这样？调查了吗？调查了，但没什么结果。不过应该是华夏人大意，只知道对付妖兽，却没有注意保护民众，所以导致我们的伤亡数字没有减少。没关系，等到拿到任务的元气奖励之后，他们便有足够的能力保护自己，伤亡数字会下去的。刚才看有个樱花人手指破皮了，感觉他应该活不长，于是就帮他解脱了。哥们儿马上就要筑基了，这进度也太快了。大家吸收妖兽血气一定要有个度，千万别被反噬了，必须花时间去沉淀和净化，一定要牢记苏师在网课里的叮嘱。虚拟任务结束只有明天最后一天了，咱们加把劲，把樱花和棒子送上前10。虽然不知道官方为什么这么做，但我知道高层肯定有自己的打算，绝不会便宜这群畜生的。对，官方的行为绝对是为了我们好，大家别问，按照官方说的去做就是了。成了，终于进了前10。虽然华夏窃取了我樱花的元气，但这华夏还算有点良心，帮助我樱花国进了前10。不过，虽然华夏帮我进了前10名，但他们的罪过仍然不能宽恕，之后还要向他们继续索要赔偿才是。猎杀妖兽任务到此结束，华夏国为本次排行榜第1名，将获得一份额外奖励。接下来，所有妖兽将不再攻击城市，为期1个月。1个月后，新的任务将会发布。当蓝星意志的话语落下时，排名前10的国家各地瞬间出现大量白雾。而就在此时，当棒子国和樱花国的畜生准备吸收这些白雾的时候，却发现这些白雾肉眼可见的朝着天空飞去。怎么回事？我们的元气为什么会飘向空中？这漩涡是什么东西？天空妖兽吗？它怎么会吸收我的元气？不要啊！没有元气，我们就无法进化，就无法获得更强的实力。肯定是华夏，蓝星只有他们有能力窃取其他国家的元气。上一次他们就已经窃取过我们的元气，这一次又故技重施，将奖励的元气全部都偷走了。卑鄙狡猾的华夏人！苏老弟，这次咱们赚大发了，那份神秘奖励居然是……
天下的魔兽1000万，在座的各位战一半。华夏，你要给个交代。请问，在樱花和棒子向国际求援的时候，诸位在哪里？是我们华夏在关键时刻派出支援队伍。如果没有我们，樱花和棒子此刻已经亡国了。为了去支援，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是不是应当得到补偿？这合理吗？这很合理，并且要是没有我们，樱花和棒子根本不可能进入前10名，更不可能获得元气奖励，所以就等同于他们的元气奖励就是我们华夏的，并且我们帮助棒子和樱花抵御了妖兽潮，也避免了2国进入亡国的绝境。所以樱花以及棒子应该好好的感谢我们才对。苏老弟，这次咱们赚大发了，那份神秘奖励居然是一件灵宝胚胎。什么灵宝？上一世我也仅仅只有1件灵宝雏形而已，没想到蓝星意志居然一出手就是1件灵宝胚胎，没想到竟是灵宝胚胎。苏老弟，经过我们一致决定，这件灵宝胚胎理应归苏老弟你所有。苏老弟为华夏谋划如此之久了，这件灵宝胚胎当然得归你。况且我们这些人都不是高阶修士，就算手握这件灵宝胚胎，也是明珠盲臣罢了，发挥不出它应有的威力。对，除了苏老弟舍我其谁，要是论功行赏，你必定是第1位的。你若是不收下这件灵宝胚胎，那我们谁还有资格掌握它？人心倒也没有我想的那么可怕，即便面对罕见珍贵的灵宝胚胎，他们也没有生出任何贪婪之心。看来自己和华夏高层合作的选择并没有，那我便却之不恭了。今后必定为二老也弄来1件灵宝。那可就这么说定了，我们就等着苏老弟的灵宝了。苏老弟的承诺，我还是很相信的。嘿嘿。随即华老便将那件灵宝胚胎递给苏武。不知苏老弟想要将其塑造成何等灵宝？呵呵，其实无论是炼制还是塑造法宝，都有一个最大的标准，那就是趁手。有的人喜欢刀剑，那便炼制刀剑类型的法宝。但如果是我嘛，最趁手的无非是诸多魔道法宝。这万魂幡的品质确实低了些，正好可以塑造一本灵宝品质的万魂幡。记住，法宝类型不重要，趁手才好。真是一件好宝贝，不知道苏老弟准备为这件灵宝取个什么名字？就叫它人皇幡。好名字，华夏近代必要出一个位极天下的人皇啊！这万魂幡就交给夏老了。合着我只配用年桃还下来的老物件是吧？那3000仙道苗子的修炼怎么样了？全部进入筑基境，筑基境初期2300人，筑基境中期600人，筑基境后期100人。好，我说一下接下来的工作。这1个月是和平发展期，但也不能懈怠。首先，依旧要对妖兽进行清理，不能让他们的数量积攒过多。其次，我们要为民众提供修炼资源，争取在这1个月里让全部民众进入筑基境，并且要收集各类人才培养他们。奇迹之地开始解锁，进入奇迹之地中探索，看几率获得进化体系、神秘武器、灵性物质等等。果然，这一世的许多关键节点被提醒，没想到居然还成真了。按照正常的轨迹，奇迹之地的出现应该是在灵气复苏半年之后。进化体系这么快就要大规模出现了吗？苏老弟，那我们的优势岂不是很快就要消失？无妨，其他国家就算获得了进化体系知识，也需要一些时间来消化，我们依旧能保持领先地位。并且，所谓的奇迹之地，其实就是类似12祖庭这样的地方。他们探索奇迹之地需要花费不少时间，而我们已经完全掌握了12祖庭。接下来12祖庭可能会出现不少神异现象，要随时关注12祖庭内的变化。另一边，世界各地也出现了奇妙的变化，例如大毛国的极北之地，一座巨大而又恢宏的神庙悄然出现在冰天雪地之中。而阿三国的核心区域，一株巨大的菩提树从地底之下探出，而与此同时，华夏12复苏了。而在奇异之地出现的同时，蓝星的国际形势也出现了巨大变化。大毛、二毛等许多国家重归于好，宣布联合。北欧的10几个国家也宣布建立北欧联合公国。埃及在内的许多国家也选择联手，组成了法老国度。蓝星会出现大约上百条修炼体系，五花八门，但最强的只有4条修炼体系：我们华夏国的修仙体系、法老国度的元素体系、阿三国的血脉体系，以及北欧联合体的神话体系。在我已知的信息里，只有这4条体系上限最高，当然最高的还是我们的修仙体系，至于其他体系都不值一提。虽说如今修炼体系出现，但我们华夏仍然处于优势地位，而且我大概已经猜到蓝星意志接下来会发布什么任务了。
如果我猜的不错，接下来的任务应该是击杀高阶妖兽。修炼体系的提前出现，就是为了给人类一个变强的机会，好应对接下来的危机。接下来，我们让民众去对付普通妖兽，他们也可以通过吸收妖兽血体的方式来提升实力。同时，我们要重点提升3000仙道苗子的实力。这些人成长起来后，实力万不是普通人能够比拟。就在刚刚，华夏成功击杀高阶妖兽，而其余各国却损失惨重。和平发展期已结束，即将在各国范围内刷新高阶特殊妖兽。妖兽被击杀后，可掉落修炼功法武器等物品，并可以获得积分。积分可用于开启益智商店，仅有各国官方可开启益智商店。本阶段持续时间1个月。苏老弟，你猜对了，这次任务果然是针对高阶妖兽，咱们让全民抓紧提升实力的决策没错。击杀高阶妖兽就能爆出装备等奖励，并且只有1个月时间。过了这1个月，击杀高阶妖兽就不会有奖励了。这次并不算是什么任务，反倒更像是一次活动，并且这次蓝星意志并没有说任何的规则和限制，也就是可以动用一切手段，同时也没有国家区域的限制。也就是说，击杀其他国家的高阶妖兽，我们一样可以获得奖励。那岂不正好？击杀妖兽能获得法器、元气、丹药等等奖励。这不就跟网游打怪一样？咱们民众实力那么强，完全可以去支援周边国家嘛。对，既然规则允许，那自然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击杀高阶妖兽掉落的奖励可以用来提升民众实力，只是不知道积分有什么作用。那益智商店内又有什么好东西呢？让我看看怎么操作。看着益智商店内的这些兑换物品，所有人都张大了嘴巴，下巴差点掉在地上。国运增幅居然能提升全民的资质和修炼速度，若是能兑换这个，我国13亿民众都能因此而受益，这相当于为我国提供了几亿颗丹药啊！并且这个天才出现的概率，对我华夏国这庞大的人口基数来说的话，已经很大了。哇，都是好东西啊！诸位，这益智商店内的好东西不少，你们也都看见了。益智商店开启的次数不会很多，这次是我们华夏的机会，利用华夏民众超强的整体实力，获得更多的积分。如果我们能兑换国运增幅或者镇国神器，那对于华夏的加成可不小。苏老弟说的没错，益智商店开启的次数不会很多，甚至只有这么一次。我们必须要兑换那些好东西，积分将是接下来争抢的重点。我们的目标应该是镇国神器或者国运增幅，也就是说，我们要击杀很多的高阶妖兽。光靠华夏国内的妖兽，估计很难到达要求，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抢其他国家里的高阶妖兽。积分竟然可以用来兑换进化体系，进化体系必须要得到，传令下去不惜一切代价，必须得到100W 积分，这将是我鹰将国的希望。尤西，这次是个好机会。我们樱花国因为被卑鄙的华夏暗算，导致民众进化程度低于平均水准，修炼进度也不及别人。只要抓住这次机会，什么狗屁鹰将爸爸，还有那卑鄙的华夏国，以后樱花才是爸爸。本次活动开始，时限1个月，普通妖兽攻击限制解除，即将开始刷新高阶妖兽。本次活动需全体民众齐心协力，为华夏国争取最多的积分，以兑换增益物品，提升全民实力。望广大民众踊跃参与。本次击杀奖励由民众自行分配，无需上缴。妖兽危险，请谨慎对敌，务必小心。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官方为咱们提供了这么多帮助，是时候该我们展现实力了。哈哈哈，这不就跟打 BOSS 一样，杀怪还能爆奖励。你如果说杀妖兽，我可能有点懵，但要说打 BOSS， 这玩意儿我老拿手了。本人10年下本经验，指挥一流，速来组队啊！干翻联合公国，干翻法老国度，干翻大毛，干翻一切，兄弟们冲！华夏国级刷新高阶妖兽，赤烈火牛，妖兽实力筑基境巅峰，妖兽坐标烽火山，目的地烽火山，兄弟们冲啊！相比较华夏众人配合猎杀高阶妖兽的情况，其余各国却是各自为战，损失惨重。恭喜华夏国击杀赤烈火牛，完成高阶妖兽首杀，赤烈火牛掉落奖励加100%，且在本次活动中，华夏国所有击杀掉落奖励加20%，积分无加成。发说早知道有受杀奖励，我就算拼尽全力都会拿下受杀。该死的蓝星一志，为何不早点说？你看你长得那个逼，好像上台，老孙就阿三国辱骂蓝星意志，警告一次：本次活动中，阿三国击杀掉落奖励减少1%，阿三国全体男性坤坤变短5厘米。若有下次，击杀掉落奖励减少10%，坤坤变短10厘米。我操！不是哥们，你来真的！
我靠，居然爆了一件9阶法器，发了！这里还有一颗流云丹，服用后可以增加敏度。好家伙，赤烈火牛的角，这东西拿来炼制法宝应该没问题吧？卧槽，法宝，这里有真1阶法宝。什么？首杀居然还有奖励？10%的击杀掉落奖励加成，这可不少了呀！幸亏咱们民众的实力强大，才能拿到这个隐藏奖励呀！别高兴得太早，现在该安排人手去帮助棒子、樱花等国家了，争取第一时间兑换国运增幅。棒们，我们来支援你们了！除魔未到，帮助弱小，我辈之责，不必感谢。如果修道不是为了帮助弱小的人们，那还有什么意义？解！求求你们了，换一个国家祸害吧，我们真的已经很惨了。与此同时，东亚其余各国等邻近国家也全都出现了华夏的志愿队伍。除魔未到，是我进水。面对这种情况，各国很快就对华夏进行了各种谴责，而华夏仅回复了4个人。大国担当。时间转眼来到第9天，此时的华夏总积分数悄无声息地突破至100万。是否兑换国运增幅？兑换。我靠，好奇妙的感觉！怎么感觉我任督二脉突然就通透了？这种智商占领高地的感觉好舒服。我怎么感觉我马上就要突破了？肯定是咱们的积分足够了，官方兑换了国运增幅。哈哈哈，国运增幅已经到手了，接下来咱们的目标是镇国神器。还有21天的时间，活动才会结束，向500万积分发起冲锋。兄弟们，为了镇国神器，继续杀啊！华夏国已兑换国运增幅，该物品将从商店中移除，不会于本次活动中返场，请再接再厉。绝不能让华夏再兑换走镇国神器，否则华夏的提升就太可怕。华夏虽然兑换了国运增幅，但也花了100万积分。我们只要比华夏更快凑到500万积分，就能抢在他们的前面兑换镇国神器。对，我们只需要再获得400万积分，而华夏却需要去赚取500万积分，这是我们的优势。奥林匹斯诸神的光辉将会照耀联合公国，所有子民都会得到赐福。去拼杀吧，为诸神与公国夺回那件唯一的镇国神器。为了诸神，杀！华夏真是一个可怕的国家。吩咐下去，全力击杀妖兽！我们要兑换更多的引力场。是，兄王。类似这样的活动，今后肯定还有。只要我大毛的整体实力提升上去，那么就能在今后的活动中占据优势。快了，还差60万积分，我鹰将就能再次统推。且听一言。诸位思密达，现在摆在我棒子国面前的只有一条生路，那就是当舔狗，当华夏的舔狗。以前我们舔鹰将，现在舔华夏，无非就是换了个对象罢了。我们不仅要舔华夏，还要舔好，舔出一条通天大道，舔出一个光明末来。告诉民众们，屈辱只是暂时的，只要我们从华夏那里得到修炼体系，得到进化的方法，就有了无限的未来。迟早有一天，我们会将失去的一切都全部拿回来。很快，棒子官方就发布了华夏棒子友好条约。棒子官方倡导民众们和华夏民众建立友好关系，并给华夏人提供最尊崇的礼敬行为。任何棒子人都应该无条件的为华夏人提供帮助。消息一出，举国沉默。而这一天，棒子国哇！华夏欧巴，累了不？渴不渴？需要服务吗？华夏欧巴，前面刚刷新了高阶妖兽，我知道最近的路，我带你们去。一群墙头草。棒子不就是这样吗？也不至于大惊小怪。现在棒子无人可依靠，全投向我们华夏国了。无论他们投不投向我们，都改变不了什么。如今我们的心思还是要放在赚取积分上。镇国神器需要500万积分，而我们华夏现在是落后的。现如今整个东亚的高阶妖兽基本被我们包圆了。如果无法增加妖兽数量，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加快击杀速度，从而提升刷新频次，让民众加快击杀速度。接下来我也准备出手了。那外面的事情就交给苏老弟了。高阶妖兽刷新数量和频次将获得提升，请各国做好应对准备。圣地将会向子民们提供力量，
为了国家的光辉，子民应当勇敢地奔向死亡。有朝一日，黄沙之中的阴魂将被复活，并获得永生。遵命，法老。特殊妖兽的血气倒是充盈，亦只能抵得上数万寻常妖兽。不愧是筑基境巅峰的妖兽，魂魄之力要比寻常妖兽强得多，倒是有成为鬼王的资格。随着苏颜的入场后，华夏这边的积分开始暴涨，而与此同时，大洋彼岸的鹰将动用全部军事力量，也终于凑足了100万积分。是否兑换机械体系